深夜，宿管阿姨在微信群里突然发消息，有一个外卖小哥刚闯进宿舍楼，监控拍到外卖小哥手里拿着刀，刀在滴血。我收到了402的私聊，你有没有发现413和508有问题？刚放下的心又开始慌了。我连忙打字回应，是因为他们刚才不同意报警吗？402，不只是这个原因，外卖员给你送外卖的时候是从我这边经过的，我看到他手里只有一份外卖，给你送过之后他手里应该没有外卖了才对。没有外卖，那外卖员为什么还要去508？508最开始的时候也没说他点了外卖，他撒谎了。而外卖员从你那里离开的时候没经过我这边，那就是从413方向走的。413应该看到外卖员两手空空才对，所以413知道508没点外卖，又是413拉508进的群，所以他们两个认识，并且都有问题。还有508既然没有点外卖，外卖员为什么要去508？外卖员413、508，他们三个很有可能认识。顺着402的思路，我回忆起刚才的情况，外卖员一手拿着外卖，一手拿着刀子，好像真的只有一份外卖。就在这时，413拉的那个群又有了新消息，508外卖小哥被宿管阿姨吓跑了，可是宿管阿姨在我门前不走了，阿姨一个劲让我开门，我该怎么办？413一定不要开门，既然已经报警了，就等警察。我和402这一次没有说话，我们既不相信508和413，也对现在的情况没有任何办法。可紧接着508又说话了，宿管阿姨走了，她说要去楼下找钥匙，然后来找你。408，我懵了。508说宿管阿姨在她门口到宿管阿姨离开，两条信息间隔仅有30秒，她怎么做到这么快让宿管阿姨走的？更重要的是，宿管阿姨的下一个目标还是我。虽然我在4楼，但是以宿管阿姨的体力，下到1楼取钥匙再上来，最慢也就5分钟。就在这时，413私聊我发来信息：413，趁着宿管阿姨还没来，不如你来我宿舍吧。这么多宿舍，阿姨不会一间一间找的。我想到了刚刚402的分析，对413的邀请婉拒。紧接着402又私聊我，来我宿舍吧。宿管阿姨猜不到，我们两人也有个照应。对于402的邀请，我心动了。可就在这时，413又一次私聊我，姐妹要小心402。我听说宿管阿姨是402的姑姑，如果宿管阿姨有危险，那她也可能有问题。我刚准备和402说去她那，手突然停顿下来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独自冷静了大概1分钟，拒绝了402的邀请。在摸不清状况的现实下，我只能自救。我先是把防盗门反锁到最高档，随之拿出宿舍钥匙，从里面插进锁孔，这样外面即便有钥匙也拧不开门了。插好钥匙以后，我又把桌子、箱子等重物堆在门前，从宿舍翻出一把水果刀。一切都准备好以后，我再次梳理起人物关系。外卖小哥508、413可能是一伙的，402和宿管阿姨可能是一伙的。虽然我不了解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不过按照现在的阵营，宿管阿姨打不开我的门，应该就会去508。我手中拿着水果刀，只是做着最坏的打算。大概5分钟后，脚步声响起，紧接着是用力砸门的声音。宿管阿姨开口做了最后警告：林小青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自己开门接受惩罚。我的声音不卑不亢：阿姨，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变成了这样，但我没有犯错，我也不会开门。门外响起一阵轻微金属碰撞的响声，是宿管拿钥匙了。宿管阿姨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钥匙串，整栋楼所有的钥匙都在这个钥匙串上。但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反而不害怕了，因为这证明了宿管不光拿了我的钥匙，其中还有508的，不会在我这死磕。接着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，疯狂转动无果的声音接连传来。我紧紧盯着宿舍门，沉着冷静和紧张的情绪在心中翻涌。外面传来了宿管阿姨的怒骂：死丫头，我看你是真不想活了，不开门也就算了，还把锁孔堵上了。我不光要惩罚你，还要让你这不遵守规矩的小崽子死，不对，是生不如死。话落就是一阵猛烈的脚踢宿舍门的声音。我冲着门外说道：阿姨，既然我的门打不开，你不如先去惩罚508，惩罚了他，再回来慢慢和我玩。我相信宿管阿姨刚才能从508那转移目标到我这，508肯定也说了什么。祸水东引，我并没有什么心理负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确定外卖小哥还没有离开。如果宿管阿姨去找508，如果508和外卖小哥是一伙的，那我这个局外人看戏就好了。果然，在宿管阿姨狠踢了一阵无果后，一声怒骂离开了。根据离开脚步的声音，是从402那边楼梯走的，去找508了。很快，另一边413的方向也传来了脚步声，应该是躲起来的外卖小哥，目的地应该也是508。我觉得真相很快就要浮出水面了。就在这时，宿舍楼外传来了警车的警笛声，随之2个方向上楼的脚步声都停顿了，开始快速下楼。刚拉的小群又有消息进来：413，警察叔叔终于来了。508，刚才宿管阿姨好像上5楼了，吓死我了。402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警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会儿会到我这了解情况。我打字，期待真相。警察叔叔终于来了。402，刚才是我报的警，
警察给我打电话了，过会儿会到我这了解情况。我打字期待真相。警察没有立刻上来，应该是在向宿管了解情况。虽然我现在不知道宿管阿姨身上发生了什么。过了大概5分钟，楼道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，脚步声停在我左侧的402门口。402打开门，我隐约能听到他们在了解情况。终于，一行人来到了我宿舍的门口。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先趴在宿舍门镜看了下外面的情况。楼道声控灯亮着，能让我看得一清二楚。站在最前方的是2名制服警察，宿管阿姨站在他们左侧，脸色不再狰狞，恢复了平日里和蔼又严肃的样子。外卖小哥站在警察右侧，还是那身外卖服，微微低着头，好像犯错误的孩子，不再让人害怕。在他们身后是2个女孩，是402和508。虽然不熟，但我还是知道他们样子的。咚咚咚，其中一个警察开始敲门，似乎是知道我的顾忌。另一个警察还拿出了警官证，对着我门禁展示。同学，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，需要和你说明一下。另外，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务必开门让我们看看。虽然我还心有余悸，不过对2位警察的身份并不担心。楼下是警车，他们穿着制服，带着警官证。我打开宿舍门，402先过来拉住我的手。别担心，事情都弄清楚了，是误会，是我报的警，所以我在这儿。你和508受到了波及，所以也要出面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并确认你们的安全。我疑惑的目光看向一旁的宿管阿姨和外卖小哥，最后又把目光移向警察，大方地说出心中疑问。外卖小哥带着刀进宿舍楼，执意要进我和508的宿舍，还有宿管阿姨也带着刀，他们刀上还都有血，麻烦告诉我原因。警察点头，知道我要问这些，耐心解释。情况我们都分别问过了，这名外卖员因为是深夜送外卖，怕危险，所以带了刀子。至于上面的血，是路上碰到了袭击他的野狗。我点了点头，这个解释虽然离谱，但警察应该核实过了，宿舍楼并没有人伤亡。我接着问，那为什么不送完外卖就离开，非要赖在我和508门口不走？这一次是外卖小哥主动解释，他始终低着头，像是犯了错误。因为路上碰到野狗，你的外卖洒了，508的外卖直接翻了。因为我们差评扣钱，我害怕你们投诉，所以……警察接着补充，我们看过他的订单记录了，是有你们2位同学的订单。我点头，这也解释得通。一旁的宿管也紧跟着解释，我也是看到半夜有人闯进宿舍楼，一时着急才情绪失控。同学们，阿姨给你们道歉。看着宿管阿姨的样子，与往日无异，我接着问重点。阿姨，你手里有刀，我能勉强理解，可刀上的血呢？宿管阿姨和蔼笑道，那把刀是我切肉用的。我当时正在楼下剁肉馅，想着你们这些同学过节没回家挺可怜的，给你们包点饺子让大家吃。警察跟着说道，我们核实过了，楼下确实有饺子馅和面皮。一时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了，都能解释得通。508这时拉住了我的手，好像我们是关系特别好的姐妹。虚惊一场，是误会就好，麻烦警察叔叔跑一趟了。警察点头，你们有防范意识是好事，尤其放假期间学校人少，更要注意安全。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似乎看到我心中的担忧，其中一个警察拿出便笺纸，在上面写了一个电话号递过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随时打我电话，会比报警电话更快，不用转接。我刚要伸手接，508比我更快地接过纸条。我没多说什么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这电话号谁拿走都一样。戏剧性的乌龙就这样结束，大家都回到了各自的宿舍，折腾了大半夜，情绪也放松了。我这才感觉到肚子饿了。外卖小哥没问题，我那碗麻辣烫肯定是可以放心吃的。我拿起外卖，照常撕掉贴在包装袋上的外卖单。就在这时，我手一顿，发现外卖单的背面有字，不难猜是刚才那个外卖小哥写的。上面的字很丑很潦草，应该写得很着急。上面写的是小心413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害怕、疑惑、紧张等情绪一拥而上。回忆起413是413拉的小群，413第一次主动告诉我外卖小哥离开，直到最后警察来413都没有出现过，的确有疑点在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微信又响了，是刘阿姨发来的语音通话。我点了接通。小青，你听着，有人要利用我杀你，小心402。